小女孩刚准备睡觉，房门就被一股莫名力量爆开。还没等女孩缓过神，一个黑影突然窜出，钻进了她的床底。这是个啥？女孩壮起胆子，拿起发光球倒吊在床上查看，但床底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于是女孩轻轻一推，我的老天爷啊！那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事情还要从前一天说起。一个精神恍惚的大叔找到了这家人的爸爸，他是来求助的。大叔的3个孩子前不久都离奇死亡，他坚信是黑暗中的怪物杀了自己的孩子，还拿出一副孩子的怪物素描佐证。但身为心理医生的爸爸怎么可能相信？多年的经验告诉他，大叔是个杀了自己孩子的变态。爸爸赶紧偷偷报警，可那个大叔竟然趁机溜进房间躲了起来。等大女儿和爸爸找到他时，他已经被莫名的吊死在了一扇门后。自那以后，原本平静的家里就开始怪事不断。首先是墙上长出怪异黑藤，然后是小女儿发现床底钻进了怪物，还有姐姐在给妹妹拔牙时，房门突然自己偶然关闭。看来房间里有不干净的东西。被吓坏的2姐妹当晚睡在了一起。然而就在她们沉沉睡去后，地上那颗废牙竟然诡异动了起来。妹妹对姐姐说了床底怪物的事情，但姐姐不信，认为是太过思念母亲产生的幻觉，还特地封上窗，打开红色灯光，故意营造出恐怖氛围。因为战胜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直面恐惧。随着红光闪烁，姐姐说：“你看，房间还是那个房间。”但妹妹却注意到衣柜里的衣服无风自动，她害怕地将头埋进姐姐怀里。姐姐安慰道：“别害怕，一切都是你的幻觉。”然而妹妹却惊恐地发现，一个诡异怪物正在天花板上爬行。灯光亮了，哪里有什么怪物？但姐姐注意到妹妹被吓得尿了裤子，看来她很可能没有说谎。回到家，姐姐开始在网上调查，查到大叔曾有个幸福的5口之家，但不知为何孩子全部暴毙而亡。姐姐又去爸爸的接诊室调查，在沙发底下找到了大叔女儿的笔记，笔记本被撕了一页，但小孩子的笔触一般都很重。于是姐姐开始用铅笔涂，一边涂还一边听着爸爸的接诊录音。涂着涂着，一个怪物的身影显现。难道这就是一切怪异的真相吗？与此同时，小女儿的房间传来敲门声，她以为是姐姐在搞恶作剧，可走出去才发现走廊里根本没有人，身后却传来了一声异响。小女儿壮起胆子，把发光球扔向了黑暗处。小女儿被吓得连连后退，而她的身后赫然出现了一个恐怖怪物。还好姐姐的突然尖叫吓跑了怪物，妹妹并没有受到伤害。当她看见姐姐涂出来的画时，她很确定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怪物就是这个东西。姐姐想过把这件事告诉爸爸，但大概会被认为是幻想，所以她拉上好闺蜜，来到那个大叔家寻找线索。大叔家已经破败不堪，但不难看出曾经有过温馨。如今墙面布满诡异黑色藤蔓，地上到处都被点满蜡烛。大叔的妻子还住在这里，但她似乎已经疯了，拿着一把枪在家里到处搜寻怪物。她说，当孩子们说衣柜里有怪物时，他们没有在意，结果得到了这无比惨痛的教训。如果你们也被盯上，那么最好躲在有光亮的地方。说着说着，女儿就警告姐姐别动，然后抬枪就射。姐姐被吓坏了，连忙跑回家，发现爸爸正在扔妈妈的遗物。她连忙阻止，每一个物件都是妈妈生前用过的，每一件都舍不得扔掉。殊不知，怪物最喜欢的口粮正是这些伤痛。小女儿由于太想念妈妈睡不着，于是就在客厅玩游戏。可玩着玩着，沙发背后就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然而等她冒头查看，却什么都没发现。正当她放松下来时，赫然发现怪物就在电视机上趴着。怪物并没有杀了小女儿，她以恐惧为食，戏耍食物更能增添美味。姐姐去找爸爸商量，但爸爸还是不相信衣柜怪物的存在。姐姐愤怒地走了，她要去找出怪物存在的证据。姐姐再次来到了大叔的家里，房间已经被女人点满了蜡烛，还设下重重陷阱。怪物只要出现，绝对会被打成筛子。突然间，女人一把将姐姐制住，原来她缺一个吸引怪物的诱饵。关掉灯后，女人就持枪躲了起来。被困在原地的姐姐害怕极了，而这种恐惧正是怪物最喜欢的食物。果然，没过一会儿，一股妖风就裹挟着黑暗闯入了房间。
房间里再次恢复平静，怪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难道就这么死了？女人没有大意，走上前又狠狠补了2枪，怪物还是一动不动，看来真的死了。女人露出微笑，朝怪物啐了一口唾沫。灯光救了姐姐一命，等她跑出门，才得知爸爸竟然带着妹妹回了家。姐姐连忙警告爸爸别进门，去有光照和人多的地方。爸爸听出了女儿口中的急切，决定听从她的意见。然而已经为时已晚。姐姐快速跑回家，家里已经停了电，墙壁上到处长满了黑色藤蔓，看来怪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巢穴。姐姐在衣柜里找到了妹妹，看来是爸爸用小彩灯将其救下。妹妹说，爸爸已经被怪物拖进了地下室。姐姐害怕到连呼吸都在颤抖，但还是鼓起勇气决定去救爸爸。妹妹也跟了下来，即便力量再小，她也要帮助家人。两姐妹在黑暗中慢慢搜寻，然后就看到了无比恐怖的一幕。怪物丢掉爸爸，猛地将姐姐扑倒在地，又推倒货柜将妹妹撞晕，一切都太快了。姐姐想救妹妹，但怪物将她死死压住，任凭她如何挣扎都摆脱不开。怪物张开丑陋巨口，竟从里面伸出2只血手钳住姐姐的头，然后大口一吸，姐姐的灵魂就伴随着恐惧丝丝渗出。我的老天啊，难道一切都完了吗？爸爸刺伤了怪物，救下了女儿，然而自己又再次被甩飞出去。小女儿也醒了过来，想跑过去帮爸爸，可身上彩灯的线却断了。这下地下室完全陷入了黑暗。正当两姐妹感到绝望时，爸爸那里突然亮起了火光，打火机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。他们想扶爸爸离开，但爸爸的大腿已经骨折，根本无法移动。更要命的是，打火机也慢慢熄灭下来。熄灭的打火机竟然奇迹般燃起大火，姐姐认出这正是妈妈最爱的打火机，看来是妈妈的灵魂在帮他们。当思念亲人的伤痛化作心中的爱，那么即便是怪物也可以战胜。妹妹递过来一个杀虫剂，然后姐姐就获得了一个简易喷雾器。眼看怪物就要被逼退，喷罐却在关键时刻没气，但妹妹再次神助攻，捡来一罐没有洒在了怪物身上。去死吧，你这个食人痛苦的恶魔！姐妹俩搀扶着爸爸跑出了家门，那个曾经温馨的家在火海中化为了灰烬，但作为家人的爱却没有消失。